调性，秋月无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元气满满的前女友呀。你们眼中的美少女可能是这样的、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但其实呢，她是这样的、这样的和这样的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那么我们今天就接着为大家讲狂赌之渊。上回说到，孟子在与百合子的赌局之中沦为了家畜，随后学生会会长为他和雅雅里制定了人生计划，上面不仅计划到上哪上大学，还计划到了什么时候恋爱、结婚、生几个孩子。结婚对象大都是政府要员，这种好事啊，请务必送我一个好吗？话说回来，这学生会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呢？隔壁班的木度暴虐成性，他经常欺负家畜，他找到孟子让他跳脱衣舞。你这个想法真的是让我在过审的边缘反复来回试探。孟子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，当机立断的拖了起来，这让他拖到关键的地方，他停了。没想到他停了。他问木度是不是想对他做羞羞的事，木度表示他没有想那么多啊。那你扯那么多干嘛？孟子提上了裤子，他说不想给陌生人看身体，而且他们跟自己喜欢的类型相差甚远。木度一听自己不配，小脾气又上来了，准备对他干点羞羞的事。梁太听到这儿，冲上来救孟子，被木度的小弟拦了下来。所以他脱衣服的时候，你小子干嘛去了？啊，好吧，他在暗中观察，没想到你也是个老绅士呢。此时生智魔望恰好经过，他是学生会的美化委员，变态指数高达100%，别人赌钱，他赌命，执着于追寻临近死亡的快感。小望让木度把目标换成自己，前提是要先赌一把，这枪里只有1颗子弹，他朝木度开枪，如果空枪就任由他处置，如果有子弹他就直接领盒饭。木度觉得他像个神经病一样啊，你自信点，把象去掉就行了。他又建议让木度直接开枪，自己做靶子。木度表示玩不起，火速撤离了现场。他可能想不到这种小游戏小望经常自己玩。孟子感谢他出手相救，并愿意用任何方式回报他。另一边，家园举办了债务管理大会，通过债务交换游戏来救济负债累累的家畜们，4人为一桌，第1名免除债务，第4名会换成组内最高的债务。大部分家畜水平相近，这个时候可以搏一搏，说不定就能翻身，单车变摩托了。但是对上其他学生或者是学生会的话，获胜的几率极小。雅雅里看见孟子欠了3亿多，心想绝对不能和这个女人分一组，他可能不知道墨菲定律，俩人还真就在一起了。这次的赌法叫做印第安扑克，扑克牌去掉大小王和人头像，荷官发第1张牌自己可以看，第2张自己不能看，要把它举到额头给对方看，相同数字大于相同花数大于点数，2张牌组合在一起定胜负。和他俩一桌的是木度和雷菜菜美，这组合一看就有问题。几局下来，木度遥遥领先，他利用来菜菜美作弊，这一切都被孟子和雅雅里看穿了。来菜菜美长期受他的压迫，孟子利用这点让他反了水，3人联手让木度沦为了家畜，雅雅里也因此还清了债务。来菜菜美战胜了懦弱，孟子并没有把钱拿去还债，他准备保留家畜的身份向学生会会长发起攻势战。学生会这边也开始调查孟子的身份，得知他手里持有大量资产，父母双亡，亲人只有姐姐，但是姐姐已经病重了，需要长期在医院里进行特殊治疗，这些费用都是由他一个人承担的。学生会推测孟子会找会长 battle， 小望却坐不住了，这个会长的病娇粉绑架了孟子，顺便还绑架了梁太。孟子和梁太被带到了地下审讯室，小望想和孟子单独 battle 一下。这次的赌法叫做 ESP 游戏，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ESP 什么意思，通俗点来说的话，就和心灵感应第6感相似。游戏比较简单，荷官和玩家在2个房间里，荷官先将5张牌随意排序，玩家也将相同的5张牌排序，3个人同时翻牌，和荷官摆放位置相同的牌越多，获得的比分越高。这个赌注就比较刺激了，每人1把枪，随意放上子弹，统一把枪放到箱子里，比分高的人可以从中选1把枪，然后根据分数朝对方扣动扳机，被子弹射中的人输。2个同类一拍即合，这场面局里局气。孟子提出让梁太当荷官，并且只玩3局，还要加10亿筹码。小望觉得他有意控制平局，于是就提出了另一个要求，一旦射偏，对方可以回射射偏的次数。孟子和梁太说用那个做暗号，这可难坏了梁太。平时打酱油的他此时异常的紧张，他觉得孟子把命交到了他的手上，不得不说他想的真多。小望毫不在乎孟子和梁太的出签，他装了6发子弹，赌局正式开始。第1局，小望猜对了3张，孟子猜对了2张，他可以向孟子扣动扳机1次。正当他要开枪的时候，孟子说他选中的枪里有3发子弹，并且枪口被口红给堵住了，如果开枪，他也有可能因为口红引发手枪炸膛而受伤。但是小望还是毫不犹豫地开了枪，他也没有受伤，因为孟子根本没有装子弹。孟子开始认识到他追求的并不是赌博，
而是生死一线的快感。小旺说他的眼睛之所以看不见，是因为赌博输掉的，他早就在赌钱中找不到乐趣了。这一次赌博中，他输了会长3个亿。会长觉得男生不喜欢他这款，人生计划对他没有啥用，就想着玩点新花样，打算看看眼球后面长啥样，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眼球摘除手术。结果会长没想到的是，这厮自己动手把眼球挖了出来，是个狠人呀！不仅如此，他还想被会长给杀死。会长很欣赏他这种变态，并承诺亲手杀了他，就把他留在了学生会里。第2局开始的时候，梁太想让孟子赢，于是他想继续摆上一轮的顺序，因为他知道孟子会记牌。这局孟子果然赢了，他凭借手枪的重量成功的拿到了空枪，2轮顺利结束。第3局开始，小旺应该是猜到了梁太的做法，打电话告诉手下让梁太加快摆牌的顺序，同时在摆牌之前，小旺手下按下了遥控器，视频左右互换。孟子已经猜到小旺想要的胜利就是死亡，第1局他就看出了他求死心切，所以出签的手法很粗糙，就是故意让孟子发现的，从而达到死亡的目的。孟子为了惩罚他，在枪里加了2颗子弹，一个疯狂抖 S， 一个疯狂抖 M。小旺为了输，故意摆出了全错的答案。孟子只要摆上和上局一样的答案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但是孟子看穿了小旺的想法，同样摆出了全错的顺序。这场赌局以平局结束，孟子拒绝朝他开枪，也拒绝再和他赌一次。孟子享受的是赌博的风险带来的快感，对于这种安排好输赢的赌局深恶痛绝。小旺却迷上了这个女人。另一边，会长找到了雅雅里，并约她喝下午茶，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她加入学生会，但是却被她拒绝了。依会长的这个腹黑的属性，雅雅里估计也要被拉进黑名单了。那么故事进行到这里，差不多就是一半的内容了，忍不住想吐槽一下男主废柴，简直就是腿部挂件吗？学生会到底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怪物？男主什么时候能够崛起呢？我们这些就要留到下一个视频再说啦。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比心。